大家好，我是张英瑞皮肤专科诊所院长张英瑞医师。在婴儿时期，皮肤的问题常常是家长们最需要注意到的，特别是新手爸妈们。那在婴儿期最常出现的皮肤症状或引起皮肤不舒服的状况，以脂漏性皮肤炎和异位性皮肤炎最为常见。这两个疾病一样都会引起皮肤的不适。但是它的原因、它的症状跟它治疗的方法都有所不同。什么是婴儿脂漏性皮肤炎？婴儿脂漏性皮肤炎，英文叫 infantile seborrheic dermatitis， 常出现在婴儿出生后的1周到3个月之间，是一种慢性丘疹淋血性的皮肤病。大部分发生在头皮，又称为摇篮帽。那其实它是英文来的，叫 cradle cap， 就是摇篮里面戴了一个帽子。事实上是因为这些婴儿都还在躺在摇篮里面，他的头皮上有一层层淋血，看起来好像戴一个帽子一样，所以称为摇篮帽。根据统计，大概有71%左右的婴儿都会经历过这样的皮肤病，但其实它症状相当的轻微。造成婴儿脂漏性皮肤炎的原因，到目前还不是真的很清楚，但有一些原因可能会引起。第一个就是妈妈体内的荷尔蒙，baby 在妈妈的体内因为经由脐带供应营养，那妈妈某一些荷尔蒙，特别是一些男性荷尔蒙，就会经由脐带供应给婴儿。那这些来自于妈妈的男性荷尔蒙停留在婴儿体内，他出生之后，这个荷尔蒙会引起皮脂腺的一个短暂的成熟。那因为婴儿时期皮脂腺它是不分泌的，但因为受到荷尔蒙的影响，它因此短暂成熟便造成分泌，因此婴儿的皮脂腺分泌的皮脂就增加了。那这些皮脂就会造成一些症状，甚至有时候刺激皮肤的过度增生，产生淋血。第二个呢，皮脂腺的过度分泌，某一些原因会刺激婴儿皮脂腺它过度的分泌。那当这皮脂腺分泌增加的时候呢，它就会造成一些炎性的反应，同时也会刚刚所提到的，会有一些角质的增生、皮屑的产生，因而造成症状。第三个是微生物的因素，皮肤上有一些正常的酵母菌，例如皮屑芽孢菌或又称为马拉色菌。这种霉菌呢，它会分解皮脂，产生脂肪酸，这些脂肪酸也会刺激某些皮肤的表皮增生，进一步引起炎性反应，而造成症状。婴儿脂漏性皮肤炎好发部位及症状。婴儿脂漏性皮肤炎是皮脂过度分泌所产生的，皮脂分布比较丰富的区域，它就是这些症状好发的部位了。首先是头皮，那当症状出现的时候，头皮会出现一些比较厚的淋血，外观上看起来黄黄白白的，厚厚一块一块的，有些部位会比较潮湿，那是因为皮脂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是脸上的皮脂腺分布的位置，例如 T 字部位，就是眉毛啦、眉心啦、鼻翼两侧啊、嘴巴啦，甚至到脖子下方，会出现比较潮湿、丘疹淋血的红斑，甚至鼻翼两侧的红斑可能会扩散到脸颊，形成圆圈状一圈一圈的这样的淋血性的红斑。另外，在皮肤的躯侧也会出现丘疹淋血甚至潮湿的红斑。其他皮肤皱褶处，譬如说脖子腋下或是腰侧、腹股沟这些皮肤比较皱褶处的地方，也会出现这种比较略显湿润的丘疹跟红斑的情况。婴儿脂漏性皮肤炎治疗及照护方式。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婴儿脂漏性皮肤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妈妈体内的男性荷尔蒙，那经由脐带传给小朋友，那因此这个荷尔蒙不是小朋友自己制造的，所以它会慢慢的代谢掉。那通常这些症状在出生后的6个月到12个月，也就是大部分在1岁之前都会自行缓解。那但是仍然有些症状需要做一些治疗。第一个头皮，那因为头皮常常有一些比较厚的痂皮淋血，那我们可以用植物油或矿物油让这些淋血软化了以后，再用清洁剂把它清除掉。可以适度的使用一些清洁剂来做局部的头皮啦或身体的清洁。第三个就是一些外用药物。通常症状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明显的症状，例如说淋血或者丘疹红斑很厉害的时候呢，医师通常他都会开比较低剂量的类固醇或是一些抗霉菌的药物来使用。但是因为婴儿头皮、脸上皮肤相对是比较薄、比较敏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避免产生副作用的考量之下，选择没有类固醇的局部钙调节磷酸酶抑制剂的这种外用药膏，有乳膏的或软膏的剂型，可以来选择使用。